综合我国官媒、央视军事在近段时间的视频，围绕我国国防装备中以往几个机密级别的装备，接连进行了罕见的曝光。比如在4月5号，官方就在相关栏目中罕见对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的内部细节进行了一系列报道。在随后，更是首次对我国歼20战机进行了近距离的展示。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这一次展示的歼20与以往流出的视频画面和照片有着明显的几处细节变化，而且展示的还是歼20的战时状态。先来说说前者，我国对山东舰航母的内部细节展示，主要是围绕船舱内部结构和一些巧妙设计来报道的。央视曝光的就是山东舰的一个重要区域——机库，这可是一艘航母作战的最核心地点。为了保证顺利将飞机运输到甲板，我国在机库中设置了一个可活动的平台，方便飞机上下移动。此外，气流座设计也为战机在航母上的稳定性提供了一个良好保证，防止因为海上颠簸导致飞机在机库中玩碰碰车。另外，央视还对山东舰航母的武器系统、图书室、舰桥、后勤物资补给室等进行了相应报道。这种尺度的内部画面曝光还是官方正式介绍，这在过往可是想都不敢想的。而在曝光过山东舰航母的内部细节之后，央视又后续对我军歼20战机进行了相关介绍，主要也是因为当时正逢清明节，缅怀先烈之际，向我国所有人展示，曾经的空中战斗英雄团队已经换装了我国目前最顶尖的歼20战机。在报道中就出现了多次近距离展示我军歼20的超高清画面，有网友就发现，与以往相比，歼20机体上有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显眼的就是机身上少了以往常见的突出物体，而侧弹舱上的纹理也进行了调整变化。有观察人士就指出，歼20机体上少了的突出物体实际上名为龙柏透镜，这种装置主要用于扩大自身的雷达反射面积，方便地面监测到战机位置。美军的 F-22和 F-35相关图片中也能找到类似装置，毕竟隐身战机飞起来之后，雷达又探测不到，地面战斗无法进行位置追踪，一旦出事找都找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官方展示歼20取消了龙柏透镜装置，其实也意味着这些展示出来的超高清近距离图片全都是歼20的战时状态。有分析认为，这种对外公开的姿态，一方面是对自身技术实力的自信，另一方面按照惯例来说，官方公开相关信息也意味着已经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装备可以替换，或者有了即将代替的趋势。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官方接连曝光机密国防装备，也意味着我国的国防工业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4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大笔一挥，签下了新版总统任期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普京很有可能会继续掌控俄罗斯15年，也就是普京将在克里姆林宫一直待到他84岁。因为根据法案规定，如果普京在2024继续连任俄罗斯总统，那么普京能继续连任至2036年，这无疑直接让特朗普羡慕哭了。普京自从在叶利钦手中接过总统之位，普京已经当了20年的俄罗斯总统，不仅让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低谷期一步一步爬上来，曾经的一句俄罗斯都萎了，要世界干嘛，更是直接登顶美国最为忌惮的对象。所以这个法案一出，对美国来说都无疑是一个冲击，而美国肯定是第一个坐不住的。虽然我们常年说俄罗斯的经济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甚至占地面积如此之大， GDP 却只能占据中国一个省那么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俄罗斯虽然经济实力不高，但是俄罗斯军事实力足以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稳住俄罗斯，不至于发生动乱。特别是不久前的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事件，就是普京极为迅速的解决，毫不拖泥带水。所以今天就从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普京这个连任对美国的冲击。首先，美国现在内政不稳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果美国在内乱的时候，普京继续带着俄罗斯向上发展，按照普京在之前20年任期中带领俄罗斯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继续连任15年的俄罗斯很显然是不可能坐得住的。其次，普京这次调整总统任期法案还有另一点必须阐明。根据澎湃新闻采访的数位俄罗斯问题专家的表示，普京这一次无疑是在为俄罗斯的内政外交铺路。如今国际事务非常复杂，想要继续确保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一个稳固的政权无疑是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于普京或将连任15年一事，美俄之间对抗的局势必将加剧。那么，美国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值得一提的是，在连任15年之前，普京必须在2024年获得继续连任的资格，这是普京的坎，也是美国的机会。而离这个时间只有3年的时间，美国必将在这之前给普京恶劣的环境，
或者直接插手俄罗斯内政，毕竟这个手段美国相当熟练。而如今的第一步，美国必将继续在乌克兰处给俄罗斯施压，意图在战争上拖垮普京，导致俄罗斯溃败，随后在俄罗斯内部继续挑事。毕竟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对此俄罗斯将会如何反击，是用雷霆手段迅速镇压，还是落入美国陷阱，就要拭目以待了。据环球网的报道，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的一架歼20野型战斗机近日参加了一场演习，而在中国东部战区公布的高清视频中，该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配备龙柏透镜。龙柏透镜是一种雷达反射器，用于使隐形飞机在训练或非战斗飞行中对大多数雷达可见。从以往的照片来看，大多数状态下的歼20都在使用龙柏透镜，使得地面雷达可以有效跟踪战机的飞行轨迹和训练情况。外媒的分析师表示，歼20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最为先进的第一款具有隐身能力的战斗机。去除龙柏透镜意味着中国的歼20机队已经进入下一阶段的战斗准备状态，这意味着地面塔台从此将失去歼20的信息和位置，只能通过数据链查看战机在某些时间点的大致位置。失去地面塔台的引导，也意味着飞行员需要独自面对和处理更多的情况，这对飞行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连自己人都难找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在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歼20战斗机的飞行员向在朝鲜战争中战斗的英勇的中国飞行员表示敬意。朝鲜战争是中国空军辉煌的起点，创造了很多喷气式战斗机空战中的经典战例。朝鲜战争也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和王牌作战部队，而这些部队至今依然是中国空军防御外敌的主力。一位歼20战斗机飞行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朝鲜战争中的英雄飞行员孙生路生前所在的部队现在配备了歼20战斗机。孙生路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任志愿军空3师9团1大队飞行员，担任王海中队1中队僚机组组长，专门掩护王海长机组作战。他曾击落6架敌机，击伤1架，后来在一场战斗中光荣牺牲。该部队是中国王牌的王海大队的一部分，该大队现隶属于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解放军空军在2019年宣布，王海大队装备了歼20。歼20的飞行员表示，新时代的空军飞行员将继承空中刺刀战斗的精神，随时准备战斗，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电视录像还显示了歼20的空中演习，镜头中歼20的尾部细节被清晰地公开，细节做工优良，科幻感十足。也有媒体指出，飞机的侧面导弹舱的开口线路与以前的歼20战斗机不同，应该是经过了优化和改进。中国空军还公布了歼20发射导弹的镜头。从光电传感器的拍摄画面来看，歼20发射了一枚中距空攻导弹，说明其已经具备完善的超视距作战能力。在去年，中国空军曾经公布过一次模拟对抗的结果，王海大队的歼20飞行员在以一敌多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歼20的隐身性能和飞行能力，一举击落17架敌机，将隐身战机的空战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在歼20上使用国产的发动机，并稳步提高歼20的产量。中国空军未来生产的歼20，除了训练用途以外，作战机型可能都会优先部署至东南地区，作为应对海防的主力。近期，美国空军不断派出隐身战机部署至日本岩国基地和冲绳加手纳基地，以展示自己在太平洋的武力。但随着更多的歼20的服役，美国的隐身战斗机的绝对优势已经被打破，中国空军绝对有能力使用国产装备击退任何来犯之敌。